很多人一發燒就急着退燒，但中醫真正關注的並不是體溫高不高，而是身體正處於哪一個階段。第一階段，體溫上升期。感染發生後，免疫系統會主動提高體溫，因為較高的體溫可以提升免疫細胞的活性，同時抑制許多病原體的繁殖。所以發燒不是疾病本身，而是人體對抗感染的重要防疫反應。而且每個人的發燒程度並不完全相同，病原體越強，免疫反應越劇烈，人體需要達到的體溫可能也越高。至於多少度才合適，並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數字，還需要結合個人體質、年齡及病情綜合判斷。既然身體正在升溫，就必須增加產熱，減少散熱，因此會出現一系列典型表現。例如肌肉快速收縮產生熱量，也就是我們熟悉的寒戰發抖。同時末梢血管收縮，皮膚摸起來偏涼，不容易出汗，患者會覺得特別怕冷，甚至一直想蓋被子。第二階段，體溫持續期。當體溫達到人體所需要的溫度以後，就會進入體溫持續期。這時候身體不再只是拼命升溫，而是開始在產熱與散熱之間反覆調節，盡量把體溫維持在一個對抗病原體最有利的範圍。因此患者常會感覺皮膚開始變暖，汗液慢慢分泌，也不再一直想蓋厚被子。但這個階段並不是一直流汗，如果散熱過多，體溫開始下降，人體又會重新啟動產熱機制，患者可能再次停止出汗，皮膚變冷，開始怕冷，甚至再次出現寒戰。等體溫回升後，又重新進入散熱模式。因此在體溫持續期，人體其實一直在產熱與散熱之間動態循環，直到免疫系統成功控制感染，病原體被清除以後，這個循環才會消失，體溫也恢復正常。第三階段，高熱持續期。如果病原体毒力較強或感染較嚴重，患者正在體溫快速上升後，便可能直接進入高熱持續期。臨床上許多流感重症、細菌性感染，甚至部分病毒感染，都可能看到這種情況。高熱持續期與體溫持續期最大的差別就是體溫更高，代謝消耗更大。高熱雖然有助於抑制病原體，但同時也會增加心肺負擔，提高水分流失，甚至影響神經系統。因此臨床上需要更密切觀察。其實早在近2000年前，張仲景就在《傷寒論》中透過大量臨床觀察，歸納出感染發展的不同階段。太陽傷寒對應體溫上升期，以惡寒、無汗、寒戰等升溫反應為主；太陽中風對應體溫持續期，以汗出、體溫調節反覆為主要特徵；太陽溫病對應高熱持續期，以高熱熾盛為主要表現。如果這支視頻對你有幫助，也把它分享給你家中長輩、親朋好友。了解更多中醫與現代醫學的臨床真相，記得訂閱頻道。我們下次再見。